边际效用 （marginal utility） 是一个在经济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它描述了消费者在获取额外一单位商品或服务时得到的额外满足或快乐的量。这个概念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同一种商品的第一单位对我们来说比第10单位更有价值。那么，为什么理解边际效用如此重要？首先，它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基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消费者对其边际效用的评估决定的。例如，当你渴望一杯水时，第一杯水的边际效用非常高，但随着你继续饮用，每增加一杯水的边际效用递减。你可能不愿意为第5杯或第6杯水支付同样的价格。边际效用理论在历史上曾被多个国家用来制定经济政策。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边际效用理论帮助形成了消费者需求理论，进而影响了市场价格的制定和税收政策的调整。这个理论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宏观经济层面，它还深刻影响了个人消费者的决策模式。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边际效用理论的发展历史中，多个国家都曾将其应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以更好地理解市场动态和指导国家经济发展。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和分析。以美国为例，20世纪初正是边际效用理论开始深入人心的时期。当时的美国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产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但这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理解和引导消费者行为，以及如何设定合理的价格和税收政策。在这个背景下，边际效用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帮助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例如，在制定税收政策时，政策制定者利用边际效用理论来确定如何通过税收来调节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如果某种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速度较快，政府可能会通过增加该商品的税收来减少对其的过度消费，从而保护资源或促进健康。另一个例子是在定价策略上的应用。零售商和生产商开始意识到，不同的顾客对同一产品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这种认识使得企业开始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比如航空公司根据购票时间和仓位差异对票价进行调整，这实际上是基于对不同顾客边际效用的估计。在英国，边际效用理论同样在20世纪初受到关注。当时，英国正面临工业化的挑战，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品市场上。边际效用理论帮助了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理解工资、价格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理解工人对于工资增加的边际效用，帮助企业制定了更有效的工资政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德国，边际效用理论在战后重建期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经济在2次世界大战后需要重建，政府和企业利用边际效用理论来优化资源分配，尤其是在重工业和消费品产业。政策制定者通过理解不同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效用，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政策。这些例子显示，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利用边际效用理论来指导其经济政策。这个理论不仅帮助了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市场和消费者行为，还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过这些具体的历史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边际效用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和广泛应用。在实施了基于边际效用理论的政策后，这些国家经历了显著的经济转变，展现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效。在美国，边际效用理论的应用促进了更加精细化的市场分析和消费者行为研究。企业开始更加注重产品的定位和市场细分，使得产品和服务能更好地满足不同消费者群体的具体需求。例如，通过对不同顾客群体的边际效用分析，零售商和制造商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强了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此外，
政府在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方面的决策变得更加合理化，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资源的有效分配。在英国，实施边际效用理论导致了消费市场的显著变化，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更加反映了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和支付能力。这不仅提高了市场效率，也促进了社会福利的提升。例如，公共交通系统的票价调整考虑到了不同收入群体的边际效用差异，使得交通系统更加公平和高效。此外，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也反映了对边际效用的深刻理解。工资结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使得劳动效率提高，进而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增长。在德国，边际效用理论的应用帮助了国家在战后重建过程中有效地分配资源。政府和企业通过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效用评估，优化了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边际效用理论的应用使得投资更加集中于高效用的领域，从而加速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此外，消费者市场的逐步成熟和细分，为德国的长期经济稳定和增长奠定了基础。这些经济转变展现了边际效用理论在实际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理论上提供了深刻的洞见，更在实践中指导了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这些转变，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理论并非孤立于现实之外，而是与国家的经济实践紧密相连，共同推动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边际效用理论不仅在特定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我们对经济行为的理解和实践，其影响可以在多个领域中找到具体体现。首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边际效用理论对国际贸易和全球市场经济的运作有着重要影响。国际大型企业在决定如何分配资源、在何处设立工厂、如何定价产品时，都会考虑到不同市场和消费者群体的边际效用。例如，跨国公司在进入新市场时，会研究当地消费者对其产品的边际效用，以调整产品特性和营销策略，确保其在不同文化和经济环境中的吸引力。其次，边际效用理论在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在制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政策时，会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的边际效用，以确保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和效率。例如，在设计医疗保险和教育补助政策时，政策制定者会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对这些服务的边际效用，以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和社会公平。再次，边际效用理论对环境政策和可持续发展也有显著影响。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挑战下，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制定环保政策时，会考虑到不同环保措施的边际效用。例如，在制定碳排放限制或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时，政府会评估这些政策对减少碳排放或促进清洁能源使用的边际效用，以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平衡。最后，边际效用理论在个人消费决策中也起到了指导作用。随着消费者意识的提高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在购买决策时会考虑到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效用。这不仅影响了个人的消费模式，也促进了市场中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和改进。综上所述，边际效用理论不仅在经济学的学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政策制定、环境保护和个人消费等多个方面。它的广泛应用和深远影响是对这一理论实用性和重要性的最好证明。通过这些具体的全球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边际效用理论如何不断推动着世界的变革和进步，展现出经济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巨大价值。